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真正理解进化论，只需要问他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大便闻起来很臭？对苍蝇来说，大便闻起来很香，因为它富含苍蝇所需的营养，是它们的食物。但大便中同时也充满了对人类致命的细菌，因此大便对我们人类来说闻起来很臭的真正原因是，在远古时期，如果有人觉得它闻起来很香，他们就会生重病、死亡，最终无法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。这就是适者生存，也是自然选择。大多数人认为，自然选择指的是最适应环境的个体的生存，这听起来非常合理。最适应环境的个体拥有更高的生存几率，因此也更有可能传递他们的基因。由此推论，每个个体都应该不择手段地去生存和繁衍，也就是说，它应该是极致自私的。但如果这是真的，你又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？工蜂为了保护蜂巢，会奋不顾身地去蛰咬捕食者，即使这会终结它们自己的生命。雌性工蚁天生不育，无法繁衍后代，但它们依然为了蚁群劳作一生，直到死去。猴子会收养孤儿，狼群会把肉带给没有参与狩猎的同伴。如果自然选择真的是全靠自私的个体，为什么我们在自然界中却能观察到如此多无私的利他行为？如果基因是真正的玩家，个体只是生存机器，那自然选择到底在选什么？传统认知会说，选的是个体，跑得快的羚羊活下来，跑得慢的被狮子吃了；脖子长的长颈鹿活下来，脖子短的够不到叶子，饿死了。强壮的个体繁殖更多，虚弱的个体被淘汰，这叫个体选择。达尔文当年基本上是这个意思，适者生存嘛。适者是个体，还有一种说法是，选物种适应环境的物种存续，不适应的灭绝。恐龙灭绝了，哺乳动物崛起了，鸟活下来了，翼龙没了。这叫物种选择或者群体选择。道金斯说都不对，自然选择真正作用的对象是基因。为什么？因为个体和物种都有一个致命缺陷，它们不能完美复制自己。你生了孩子，孩子跟你不一样，基因重组了一轮，新组合出现了，你的特质被稀释了，几代之后就面目全非。你想一想，你有4个祖父母，8个曾祖父母，往上推10代，你有1024个祖先。你的基因只是这1024个人基因的一个微小切片，你的特质几代之后就被稀释到看不见了。物种更不用说了，物种是个人为分类的概念，连边界都模糊。什么叫一个物种能交配产生可育后代的一群生物？那狮子和老虎为什么能生狮虎兽？灰狼和郊狼为什么能杂交？物种的边界是模糊的，你没法在一个模糊的东西上做精确的选择。但基因不一样，基因是一段 DNA 序列，从父母传到子女，从子女传到孙辈，代代相传，信息基本不变。当然，偶尔会有突变，但整体来说，你身上的某个基因跟几千年前你祖先身上的那个基因几乎一模一样。基因是真正的不朽者，个体的寿命几十年，物种的寿命几百万年，但基因的寿命可以是几十亿年。
道金斯1976年在《自私的基因》里提出了这个观点。这本书一出来，生物学界炸了锅，有人叫好，说这是自达尔文以来最重要的演化论著作。有人骂街，说道金斯在为自私行为辩护，在宣扬道德虚无主义。有人说他在否定人类的自由意志，有人说他在给社会达尔文主义递刀子。但道金斯说的自私，跟我们日常理解的自私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基因没有意识，没有意图，不会密谋，不会算计。他不会在分子层面开会，讨论我们怎么把竞争对手搞掉。说他自私是一种比喻，他的意思是，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，那些能够更有效地促进自身复制的基因，会在基因库中越来越常见。反过来，那些不善于促进自身复制的基因会越来越稀少，最终消失。这个过程不需要基因有任何主观意图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不需要水有意图一样。水不是想往低处流，它只是遵循物理定律。基因不是想复制自己，它只是遵循化学规律。但自私这个词确实造成了巨大的误解。道金斯自己在30周年纪念版的前言里也承认了，说如果重来一次，他可能会把书名改成《不朽的基因》或者《永远存在的基因》。可惜来不及了，自私的基因这个标签已经贴上了，撕不下来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这个误解本身反而说明了一件事：人类的思维习惯总是把事物拟人化，总是喜欢给自然现象赋予道德含义。你说基因在竞争中胜出，没人有感觉；你说自私的基因，所有人立刻就懂了，虽然懂歪了。这就是语言的力量，也是语言的陷阱。一个好的比喻能让人秒懂复杂概念，但也能让人产生根深蒂固的误读。道金斯还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魔音，就是文化层面的基因。一首歌为什么能传遍全网？一个梗为什么能火？一段谣言为什么比真相传播得更快？因为它们是优秀的魔音，具有高复制率、高传播力的特征。笑死，你刷短视频停不下来，本质上是那些魔音在利用你的大脑做复制工具。你的大脑是魔音的生存机器，跟你的身体是基因的生存机器，逻辑一模一样。那么，如果基因是自私的，如果所有生物都是基因建造的生存机器，如果一切生物特性的终极目的都是帮助基因复制，那利他行为怎么解释？工蜂蛰人之后会死，它的蛰针带有倒钩，刺入皮肤后拔不出来。当它试图飞走时，蛰针连同毒囊和一部分内脏一起被撕裂出来，留在被蛰者的皮肤里。工蜂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死亡，这不是一般的冒险，这是确定的100%的不可逆的死亡。而且蛰针脱落后，它还会继续工作。嵌入皮肤的蛰针会持续释放毒液和报警信息素，这个信息素会召集附近所有工蜂进入攻击状态。一只工蜂牺牲了，但它的死亡触发了一场连锁防御。你说这叫不叫死得其所？从工蜂个体角度看，这叫白给，命都没了。但从蜂巢的角度看，这叫精确的防御策略。这种行为在个体层面上完全说不通。你都死了，还有什么适者生存可言？死掉的个体怎么把基因传下去？
这不是跟自然选择矛盾吗？但换到基因视角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工蜂是不能繁殖的，它是雌性，但生殖器官发育不完全，它的基因要流传下去，唯一的途径是保护蜂后，因为蜂后是它的母亲，跟它共享一半的基因。蜂后活着，就能继续产卵，继续把基因传下去。工蜂死了没关系，只要蜂后活着，基因就在。而且不止一只工蜂跟蜂后共享基因，整个蜂巢里的工蜂都是蜂后的女儿，彼此之间也是姐妹，共享一半基因。一只工蜂牺牲了，成百上千只姐妹还在。从基因视角看，这不是牺牲，这是投资，用一条命换几百条携带相同基因的命的平安。所以工蜂的自杀式攻击，从基因视角看，不是在牺牲自己，而是在保护跟自己相同的基因。折针带倒钩这个设计，确保了即使工蜂死了，折针还会继续释放报警信息素，召集更多工蜂，来防御一次牺牲换来蜂巢的安全。蜂巢安全了，蜂后安全了，基因就安全了。你说这算不算无私？对工蜂个体来说，当然算，命都没了。但对基因来说，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地松鼠的故事更直观，也更能用数据说话。贝尔丁地松鼠生活在北美的高山草甸上，当天敌出现时，有些地松鼠会站起来发出尖锐的警报声，这个行为很明显会吸引捕食者的注意，发生的个体被吃掉的概率比那些闷声逃跑的个体高得多。你想想，大家都在埋头跑，就你一个人站起来喊注意注意，老鹰来了，那老鹰不看你才怪。生物学家保罗·谢尔曼花了多年时间研究这些地松鼠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：发出警报的大多是雌性地松鼠，而且是有亲属在附近的雌性。雄性地松鼠发警报的次数明显少得多。为什么？因为雌性成年后留在出生地附近，周围都是自己的母亲、姐妹、女儿，而雄性成年后会离开出生地，跑到别的地方去，周围的邻居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这就对上了。雌性地松鼠发警报，虽然自己风险大了，但周围的姐妹、女儿、母亲都能听到警报，赶紧跑。这些亲属跟他共享大量相同的基因，如果他牺牲自己救了3个亲属，而每个亲属跟他平均共享一半的基因，那从基因的账本上看，等于救了 1.5 个自己。这笔交易划算。雄性的松鼠不发警报也对得上，周围没有亲属，救了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的基因，凭什么冒险？基因的账本上，这是一笔亏本买卖。这就是亲缘选择理论的核心。1964年，演化生物学家威廉·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简洁的公式：如果亲缘系数乘以收益大于代价，利他行为就会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。亲缘系数是什么？你跟你兄弟姐妹是 0.5， 跟你表亲是 0.125， 跟陌生人是0。意思很简单，你愿意为兄弟姐妹冒的生命危险，理论上可以达到为自己的一半，为表亲呢1%，为陌生人0。这听起来很冷酷，但你想想现实，你妈妈为了你敢冲进火场，这没人觉得奇怪。你愿意为你的表弟冲进火场吗？可能犹豫一下。你愿意为一个路人冲进火场吗？
大部分人会犹豫很久，甚至选择不冲，这不就是你骨子里的亲缘选择在起作用吗？汉密尔顿公式解释了很多以前解释不了的现象。为什么社会性昆虫里工蜂工蚁愿意为蜂后蚁后卖命？因为它们跟蜂后蚁后的亲缘关系特殊，蜂后只交配一次，所有工蜂都是同父同母的姐妹，亲缘系数高达 0.75， 比母女之间的 0.5 还高。你仔细想，工蜂跟姐妹的关系比跟女儿的关系还近，所以保护姐妹比自己生孩子更划算。这不是道金斯的猜测，这是数学。遗传学上的单倍、二倍性系统决定了这个结果。说真的，我第一次看到汉密尔顿公式的时候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你说母爱伟大，没错，母亲为孩子牺牲，从基因视角看，是因为孩子携带了母亲一半的基因。你说兄弟情深，也是因为兄弟之间共享一半基因。你说蚂蚁无私，蚂蚁保护的是亲缘系数 0.75 的姐妹，这不意味着这些感情是假的，但它的底层逻辑确实是一笔基因层面的投资。但这套理论也不是万能的，自然界里有些利他行为，亲缘选择解释不了。比如吸血蝙蝠，没错，就是那种吸牛血的蝙蝠。吸血蝙蝠如果连续3天没吃到东西，就会饿死，所以吃饱了的蝙蝠会反哺给饿了3天的同伴。但问题是，它们之间不一定是亲属关系，有些反哺发生在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。这怎么解释？另一种机制上场了，叫互惠利他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大家都有好处。但这套机制有一个前提条件，你得能认出对方，并且能记住谁帮过你，谁没帮过你。如果对方吃了你的血就跑了，下次再也不回来，那你的善良就变成了冤大头。吸血蝙蝠做到了这一点，它们生活在固定的群体里，能识别彼此，而且有足够长的记忆来跟踪谁欠我人情。如果你是一只总是白吃别人血的蝙蝠，你会发现慢慢的没人喂你了，群体会把你这种白嫖者排斥掉。这跟人类社会里的信用系统本质上是一回事，只不过蝙蝠版的是用蝙蝠的社交认知实现的。不管是亲缘选择还是互惠利他，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。表面上是个体的无私奉献，本质上依然是基因在算账。只不过这个账不是个体层面的盈亏，而是基因层面的收支平衡。你的基因在通过你帮助别人，但帮助的对象要么携带跟你相同的基因，要么以后能回报你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连利他行为都是。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。如果所有的利他行为归根结底都是基因的自私策略，那人还有真正的善良吗？母亲爱孩子，只是因为孩子携带了他的基因；朋友之间帮忙，只是在攒人情等回报；英雄牺牲救陌生人，只是基因程序出了 bug。先别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理论面临的挑战。挑战看完了，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。自私的基因理论并不是没有对手，事实上，从它诞生那天起，争议就没停过。第一个挑战来自遗传漂变。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1968年提出了分子进化的中性理论。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，
分子层面上大多数突变既不是有利的，也不是有害的，而是中性的。自然选择对中性突变不起作用，它们的命运取决于随机漂变。也就是说，很多基因之所以能流传下来，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生存优势，纯粹是运气好，就像掷骰子恰好掷到了那一面。这跟道金斯的故事不太一样。道金斯笔下的基因世界充满了竞争和筛选，最优秀的基因留下来，最差的被淘汰。但木村资生说，等等，分子层面上大部分变异根本不经过筛选，就是随机的被保留或者消失了。你以为那些基因是适者？不，他们只是幸运者。这个争议持续了半个多世纪。我的立场是这样的：在中性理论刚提出的时候，它确实是对经典达尔文主义的重大修正。分子层面上确实有大量突变是中性的，这一点已经被基因组学反复证实。实际上，人类基因组里只有大约 1.5% 到 2% 的序列是编码蛋白质的，剩下的绝大部分是非编码区。这些区域的突变大多数是中性的，因为它们不产生功能性的影响。但这不意味着自私的基因就错了，自然选择仍然在起作用，只不过它作用的范围比道金斯最初描述的要窄一些。中性漂变负责分子层面的随机变化，自然选择负责在表型层面上筛选有利变异，两者不矛盾，是不同层面的事。打个比方，中性漂变是背景噪音，自然选择是信号过滤器。噪音一直在，但信号过滤器在关键时刻会起决定性作用。第二个挑战更直接，也更技术性。有些生物学家认为，道金斯过度简化了基因的作用。一个基因不是一张独立的指令卡，不是造眼睛的基因、造手的基因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。现实是，一个基因可以影响多个性状，这叫多效性。一个性状也由多个基因共同决定，这叫多基因遗传。再加上环境因素，基因的表达方式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。你不能简单地说，这个基因导致了利他行为，因为行为是成百上千个基因跟环境互动的复杂产物。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。道金斯在写自私的基因的时候，为了让论证清晰，确实做了不少简化。他自己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，但简化不等于错误。就像物理学里先假设没有摩擦力来理解基本定律，然后再把摩擦力加回来一样。基因视角是一个强大的简化模型，它帮助我们理解了演化的基本逻辑。至于复杂的现实，那是在这个基本逻辑之上的修正和补充。你不能因为地图不是地形本身，就说地图没用。第三个挑战来自多层选择理论。这派学者认为，自然选择不只在基因层面起作用，也在个体层面、群体层面起作用。一个群体如果内部合作程度高，可能比一个内部四分五裂的群体更有生存优势。这种群体层面的选择能不能解释利他行为的演化？这派学者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生物学家大卫·斯隆·威尔逊，他跟道金斯吵了几十年。威尔逊认为，群体可以作为一个选择单位，如果某些群体的特征让他们比其他群体更成功，那这些特征就会被保留下来。利他行为可能在个体层面吃亏，
但在群体层面有优势，所以群体选择可以保留利他行为。这个争论很激烈。我的立场是，多层选择理论有其道理，在某些情况下，群体选择确实能解释一些现象，但它的适用范围比基因选择窄得多，而且数学上可以证明，群体选择的效果通常比个体选择和基因选择弱得多，因为群体的周转速度比个体慢得多。一代细菌几十分钟能繁殖一代，一个群体要替代另一个群体可能要几千代，周转越慢，选择效率越低。所以基因视角仍然是更强大、更普世的解释框架，但多层选择作为一个补充视角，在某些特定场景下有其价值，你没必要非此即彼。第四个批评可能是最容易被大众理解的，也是道金斯自己都认了的。自私这个词本身就有误导性。前面说了，道金斯在30周年纪念版前言里承认，如果重来一次，不会用自私这个词。分子没有意识，不会密谋竞争。自私这个词有浓厚的道德含义，无论如何加不到基因头上。基因就是一段化学序列，它遵循物理和化学规律，没有任何主观意图。说它自私，就像说水想往低处流一样，是一种修辞，不是事实描述。但这个修辞的代价很大。很多人读了自私的基因，得出的结论是，科学证明了人天生就是自私的，这是彻底的误读。基因的自私不等于个体的自私。事实上，基因层面的自私经常导致个体层面的利他。工蜂为蜂巢而死，母亲为孩子牺牲，这些都是基因自私的表现。但在个体层面，我们管这叫伟大。道金斯后来反复解释这一点，但没什么用，标签已经贴死了。说真的，我觉得《自私的基因》这个书名是科普史上最大的双刃剑，它让这本书出了名，也让这本书被误读了40年。但话说回来，如果书名叫做《不朽的基因》，或者基因视角下的演化动力学，还有几个人会翻开它？这就是传播的残酷逻辑。准确和吸引眼球往往不可兼得。好，说了这么多争议和局限，你可能会问，那这个理论到底有什么用？它值得了解吗？太值得了。自私的基因理论是迄今为止解释演化规律最强大、最深刻的框架。它不是完美的，但它比之前所有的理论都更好地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：为什么生物会表现出现在的样子和行为？答案不是因为物种需要适应环境，不是因为个体想活下来，而是因为基因在通过生物体复制自己。这个视角的转换意义巨大，它让你看到演化的真正主角不是你，不是你的物种，甚至不是你的个体，而是那些在你每一个细胞里沉默运作的化学代码。它们已经存在了40亿年，你只是它们最新一代的载体。它们见证过寒武纪大爆发，见证过5次大灭绝，见证过恐龙的崛起和陨落，见证过人类从非洲草原走出来，而它们从那时到现在基本上没怎么变过。这个认知确实让人有点不安，它剥夺了一种自由意志的感觉。你选择伴侣，可能只是基因在帮你筛选最优的基因组合；你喜欢甜食和高热量食物，可能只是基因在帮你储存能量以应对饥荒。
你保护自己的孩子甚于保护别人的孩子，可能只是因为你的孩子携带了你的基因。你觉得美的事物、对称的脸、健康的肤色、匀称的身材，可能都只是基因在判断这个人的基因质量好不好，但这不是故事的终点。道金斯在书的最后一章写了一句话，这句话经常被忽略，但我觉得是全书最重要的一句话。他说，在地球上只有我们能够反抗自私的基因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人类是已知唯一拥有足够自我意识的生物，能够理解基因对我们的影响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不被它完全控制。我们用避孕套，这是在反抗基因的繁衍指令。性行为的原始驱动力是基因要复制自己，但我们把繁殖和快感分开了。你想爽，但不想生。基因给你设了一个奖励，你拿了奖励，但拒绝交学费。我们收养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，这是在反抗基因的亲缘选择逻辑。从基因视角看，花自己的资源养别人的基因是纯粹的亏本买卖，但人类做了，而且做得理直气壮。全世界每年有几十万例跨国收养，养父母跟被收养的孩子连种族都不一样，基因相似度接近0，但爱是真的。我们为陌生人献血，为远方受灾的人捐款，为保护濒危物种而努力。这些行为从基因视角看完全不合理。你给一个你永远不会再见面的陌生人输血，你的基因得到了什么？你捐款给一个千里之外的灾民，你的基因得到了什么？什么都得不到。但我们做了，而且我们做的理直气壮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反而觉得不做才不对。基因给了我恐惧、食欲、欲望，但它没有给我一个不可逃脱的剧本。我可以在理解了底层逻辑之后，选择在哪些地方跟着基因走，在哪些地方跟基因说不。你怕蛇是基因的设定，但你选择去动物园的爬行动物馆仔细观察蛇，就是你在反抗基因。你喜欢甜食是基因的设定，但你选择少吃糖多运动，就是你在反抗基因。你本能的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，是基因的设定，但你选择关心更大的世界，关心陌生人，关心未来的人类，这就是你在反抗基因。基因给了我们一台机器，但没给我们必须执行的程序。至少在人类这里，这台机器有能力写自己的程序。这不是什么虚无主义，恰恰相反。当你知道了底层的化学逻辑，你反而更能珍惜那些超越了化学逻辑的东西。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牺牲，如果从基因视角看是一笔投资账本，但从人的视角看，那就是爱。两者不矛盾，底层是化学，表层是意义。就像一幅画的底层是颜料和画布，但你看到的不只是颜料和画布，你看到的是美。人类的独特之处就在这里。我们是由自私的基因驱动的生存机器，但我们不必被这一套底层逻辑完全裹挟。作为拥有独立思想的个体，我们可以赋予生命属于自己的意义。你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觉醒。你是一台机器，但你是一台知道自己是机器的机器。知道这件事就改变了一切。就像你知道了为什么大便会臭，不代表你从此就喜欢闻大便了，但你多了一层理解，理解了厌恶感背后的逻辑，理解了自己的反应，
不是本来如此，而是被设计成如此。这种理解本身就是自由的开端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知道了自己的行为受基因驱动，不代表你从此就放弃选择了，但你多了一层清醒，清醒地知道哪些欲望是基因编给你的程序，哪些选择是你自己做的决定。你饿了，想吃高热量食物，这是程序，但你选择吃一盘沙拉，这是你。你被一个基因优秀的人吸引，这是程序，但你选择跟一个让你笑的人在一起，这是你。你本能地想囤积资源，这是程序，但你选择把多余的东西捐出去，这是你。这种清醒就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。所以，自私的基因这个理论冰冷吗？冰冷，让人不安吗？让人不安，但它是通向更深自我认知的必经之路。你只有先看清了底层的逻辑，才有可能超越它。生命的底层是化学，基因的底层是信息，而你是那个能够理解这一切的存在。40亿年前，一个偶然学会复制的分子，经过无数次复制、变异、淘汰，最终产出了一个能够回头理解这个过程的大脑，这本身就够不可思议的了。你可能是一台生存机器，但你是一台能意识到自己是生存机器的生存机器，而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一刻，你就不再只是一台机器了。晚安。